如果呢再这样下去啊，银行呢是反过来要求你了。看完今天这个内容啊，你就会明白银行呢现在是最害怕什么了。假如说你之前买这个房啊，贷款是100万，综合的利率呢是5%，30年之后呢，你需要还这个利息加上这个本金呢，一共是193万。对银行来说呢，这是一笔呢看似不错的一个交易，但是呢，你要知道的是，要拿回呢这193万块钱呢，他们是需要等待30年的，银行呢可没有这个耐心啊。所以说呢，在你拿到这个房贷之后呢，银行呢就会将你的一个贷款合同连本带利转让给相关的一个金融机构啊，作价是150万，债务呢在银行那里呢就变成了一个资产，更何况呢房贷呢是他们最优质的一个资产呢，这样呢银行呢就能够快速的收回这100万的一个本金加上50万的一个利息了，然后呢银行呢将收回的一个本金和利息呢再次呢进行这个放贷，用来呢赚更多的一个利息，就这样不断的来回操作啊，100万的本金呢就可以把杠杆加到10倍甚至是30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银行呢能够凭借为数不多的一个资金，却可以赚这么多钱的一个利息啊。而那些金融机构呢也是没有闲着啊，他们把从银行里面买来的所谓的一个资产整合在一起，然后呢打包成一个就是金融产品，比如说私募基金等各种的一个基金，然后呢再拿到市场上面去卖给那种个人的一个投资人，只要这个收益呢是比银行呢是高一些，都会被市场是一抢而空啊。而这些投资人呢，到最后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购买的这个理财产品的一个底层结构到底是什么。这些金融机构呢收回钱之后呢，配合银行来回套利，不断的操作，这个雪球呢是越滚越大，才能够让这个链条是不断的转下去的一个前提，就是贷款买房的人呢是不断的一个增加。然而这2年呀，贷款买房的人是少了啊，更让银行害怕的是，拥有房贷的人啊，他们开始要提前还这个房贷了，这可是打乱了银行的一个计划，所以说才会看到了你提前还房贷，而银行呢是千方百计的拦着不让你还啊，因为呢你提前还完房贷之后呢，那93万的一个利息就是没有了。因为银行是已经把这个贷款是卖出去了，拿到这个所谓资产的一个金融机构呢，又把它打包出售给这个投资者。随着就是提前还款的人呢是越来越多，大量的违约呢那是必将会产生啊。所以说现在银行的日子呢也是越来越难熬了。最近呢央妈呢已经呼吁呢各商业银行是降低这个存量的一个房贷，可是银行方面呢却动力不足啊，毕竟呢这吃到嘴里面的一个肉呢，再想吐出来呢，真的就是很难了。这也就怪不得贷款人想尽各种办法要提前还贷了。其实对于银行而言啊，与其被动的降低这个利率，还不如主动的去降低这个利率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提前还贷的人了。好在呢，这种迹象呢是已经出现了松动。近日呢，就有这个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呢是推出了存量房贷利率1年期的一个利率的一个优惠券啊，相比呢下调了整个房贷的周期数十年的一个利率，1年期的一个利率的优惠券呢不会给银行呢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可谓呢是一个折中之策啊。其实呢降低存量的一个房贷，既可以减少银行呢提前还贷的一个压力，也可以降低了居民的一个利息负担，这样呢居民手中呢就有更多的一个资金，才能够扩大内需，提振这个消费的一个需求啊。不知道对此大家都是怎么看的，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